如果在中国的大地上行驶，经常会在路边看到一些高高耸立的大土堆，甚至在普通的小村庄里也能看到这样的土坡。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人就形成了这样的墓葬习俗，在墓穴的上方堆积起巨大的土堆，叫做封土堆，作为墓葬的封闭保护。在河南省南部一个叫郭庄的小村庄里，也有这样一片平缓的高岗地。朴实的农民只把这里当作耕种的良田，但是在富有经验的眼里，这片高岗却意味着一个古代的秘密。2004年4月的一个深夜，郭庄村东面的高岗上，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突然响起。此后，郭庄村的村民经常在夜间被爆炸声惊醒。每次爆炸过后，村民的耕地里就会出现一个深深的洞穴。那洞子跟红薯角口呀，都是自上自下，正蹲锅往下蹲的呀，可能是都是那东西。给掏红薯角的，自上自下的。他们发现，村子东面一处地势最高的土岗上出现的洞穴最多。这块岗地有一个名称，叫做王金顶。相传，在这片高岗的地下，埋葬着古代的一位王，王的墓中藏着他的金鼎。说有的传说啥的，王金鼎，王金鼎，说这个是有金鼎，这听见都议论这件事，说哈，说他古墓多。几乎所有传说都蕴含着一定的历史真实，很多考古发现都和当地的传说有着某种程度的印证。2005年5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马俊才带领考古队赶到了郭庄。考古队在土岗附近的区域进行了仔细的钻探。从钻探上来的土质分析，土岗下面的确是一处距今2000多年的高等级墓葬。马俊才曾经在这个地区发掘过不少同时期的墓葬，但这一次不同，墓葬的规模庞大，似乎真的是一座亡灵的规格。不过，盗墓贼留下的巨大盗洞，也让考古队员忧心忡忡。根据以往的经验，即使有一个盗洞成功地进入了墓室内部，这座古墓就有可能被盗掘一空了。在中国现代考古的历史上，这样的遗憾比比皆是。很多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墓葬都被盗掘过，有的甚至被多次挖掘，墓室遭到极大的破坏。在很多考古发掘现场，我们都能看到大大小小的盗洞。在陕西西安，一座黄帝陵墓的地下，甚至还发现了盗墓贼的尸骨。他是被贪婪的同伙谋害的，谋杀他的凶器是一块砖头。考古啊和盗墓它是本质的区别。因为咱们考古呢，它是不仅仅是要获取这些文物，而是对一些软信息，这个周围的一些环境，它都要进行一些科学的研究呢。所以说，不像什么光攫取一些这个文物，那叫挖宝，那不叫考古。郭庄墓葬的命运会是什么呢？马俊才又该怎么办呢？我们的同事啊和领导啊，一听说之后啊，你赶紧把它挖，这种空墓啊，是吧？这是咱们有这种想法，我也是这种想法。但是这个程序来说，必须按照程序这样做下去。对马俊才来说，即使已经知道面对的是一座空墓，他还是要严格按照考古规则进行发掘。他在工地上搭建起临时工棚，组织工人开始发掘。
计划赶在雨季到来之前结束这次几乎毫无希望的考古行动。当时发掘设计就2个月，抓紧发掘，把上面的土挖掉，这个1个月一清理，下面也就是就咱说的是不太科学，就是捡破烂。马俊才雇佣了附近村庄的一些农民参加前期的发掘工作。一天，在与这些工人的闲谈中，马俊才了解到了一个令他感到意外的消息。有人说，在这个古墓里面埋的不是土，而是沙子。这个消息让马俊才感到困惑不解。在他长期的考古工作中，曾经挖掘过上万个古代墓葬，但是用沙子来埋葬墓穴的方式，他还从未遇到过。还有其中一个村民给我打赌，他说这个沙子那厚的好几丈厚，而且呢厚薄不匀。我说你怎么知道啊？他说那几个窟窿我们都下去看看。马俊才立即让考古队员进行了再次钻探，探铲在土层深处真的带出来一些黄色的细沙。这让马俊才更加困惑了。如果下面都是沙子，而不是古代墓葬常用的五花土，那它还是一个真正的墓葬吗？因为我看到的沙子太纯了，这非常的黄，非常的细腻。我想这像这种情况，那是不是底下是个古河道啊？考古队进行了更大面积的调查，在距离发掘现场东南200多米的地方，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当地百姓取沙的大沙坑。在2米多的土层下面，有10几米厚的沙层，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河道遗迹。考古现场与古河道距离这么近，不能排除是古河道一部分的可能性。马俊才将古河道里的沙子与发掘现场发现的沙子进行了仔细的对比。那个沙子跟这两码事情，跟这个是那它是那种灰白的点儿沙子，一看呢要带好多斑块的。虽然古河道中出产3种不同的沙子，但是没有一种与发掘现场的沙子相同。也就是说，发掘现场的沙子不应该出自于古河道。那么，难道真的有用沙子埋葬的古墓吗？马俊才马上查阅了一些考古资料，果然找到了一个前例。就这一例，就是战国辉县顾围村战国魏国王室墓地，那么3座，它是击沙为主，也有击石。这种与众不同的埋葬方式叫做击沙墓。在墓葬中堆满黄沙，究竟是什么理由呢？这个沙墓这个本身不好找，那沙都混杂到这个石头都往下落动。你不管那是你用啥种办法，你知道不正面直接这个挖完的话，你不可能一个小刀能就倒成，不可能。不过，马俊才也不敢轻易做出判断，郭庄的墓葬是不是击沙墓？击石击沙墓的建造工程浩大，只有掌握巨大权力的人才能建造。如果郭庄古墓真的是一座击沙墓的话，那么它的主人生前一定拥有非同一般的地位，墓葬里一定埋藏着令人期待的宝藏。所以说击沙墓这个出来那个这种墓葬规模应该都非常大的。但是如果不是击沙墓，那么连是否为墓葬都值得怀疑。结果的差异如此巨大，让马俊才充满期待。不久，考古队在墓葬边缘部位清理出一些阶梯，很显然，这些阶梯是人为修造的。
应该是当初造墓时留下的向外运土的通道。这预示着墓葬的规模比原来预计的还要大。在这些阶梯上，马俊才忽然有了新的发现。到下面呢，它这个湖泊一看，好像这个人啊，这个踩踏的这个情况还比较明显。那拐角地方都有沙子，因为我发觉我很注意这个细节的。这个拐角缝那个沙子它没有滑下来。我这80%就是积沙墓了，因为看那个沙子和以前我来的时候看到外面盗墓那个沙子是一样的。墓葬的外形初步显露出来，这是一个东向的大墓，东西长27米，南北宽17米，有一条长长的墓道。这一切都在暗示马俊才，他所面对的极有可能是一座带有防盗功能的击杀大墓。由于自古以来盗墓活动的猖獗，很多考古学者在很长时间里都遇不到一座有价值的墓葬。这一次，马俊才是否会比较幸运呢？当墓葬南壁的探沟挖掘到封土以下4、5米的深度时，细密的沙子出现了。几乎在同一高度，北部和西部也发现了击沙。马俊才欣喜万分，这毫无疑问就是一座击沙大墓。但是，在墓葬的东部却一直没有发现沙面，马俊才又开始不安了。因为作为一个击沙大墓，不可能单单留下墓室的东部不填埋沙子，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后来有人把这个区域的沙子挖了出去。当墓室上方的土层被清理干净以后，马俊才看到了令他震惊的景象。这个东部啊，一片黑土啊，甚至那个黑的往下面，这不还也做了个坡面，也做了个小探沟往下下。我挖到9米的时候，还是黑土，出来一块什么呢？汉砖。无疑的是东汉的时候的这个黑土，那肯定是个大盗洞啊。东汉是公元1世纪到3世纪时统治中国的王朝。由于在东汉后期各地军阀割据，军阀公然带领军队挖掘古代墓葬充作军饷，盗墓活动特别猖獗。民间的盗墓贼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甚至出现了盗墓家族，专以盗墓为职业。汉代时期啊，那个盗墓的，他就是相当一部分是为了筹军饷的。这起义军靠什么呢？起义军没有什么供应，就是挖这些墓来的话，挖出一些珍贵的金银珠宝的话，可以变卖，可以筹军饷。郭庄的墓葬中出现如此大面积的黑土，还发现了东汉时期的遗留物，意味着可能发生过一种最痛心的情况：盗墓者几乎挖空了墓室东部的击沙，大墓遭受了毁灭性的盗掘。看到那个砖的话，你就为什么有点发傻？因为知道这是东汉的，东汉的盗的还很有经验。一看那么宽了，都10米了，它还不到头呢。那么宽洞，把这上面的口全部铲掉之后啊，咱们整个墓室是27米，它就占了将近的14米，椭圆形那么大。在它旁边吧还有几个小洼窝，那几个小洼也是汉代的早期的那些洞。这个发现让满怀希望的考古人员几乎失去了挖下去的信心。郭庄的这座古墓是否早就是一座空墓了呢？意外的打击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连参与挖掘的民工都有些无精打采了。清理完东部盗洞区的土以后，整个墓室东部发现了7个汉代盗洞。更糟糕的是，一个现代盗洞通过用木板架设巷道的方式，成功地穿越墓壁，进入了墓内。
这种盗墓方式显然是为了对付墓中的流沙而设计的。一切都表明，这座墓葬曾遭受了古今盗墓贼最为凶狠的抢掠。那个户型的话，一看那一排盗洞，就当时一查12个，这12个盗洞预示是什么呀？特别是汉代盗洞，汉代盗洞下去的时候接顶盗，而且盗的时候很可能是棺椁没有塌下，他要没有塌的情况下，那进去不就是个这些相当于现在的这个入室盗窃了吗？他见什么可以拿什么，啊，他拿不住的可以给你打碎啊。挖掘工作继续进行着，整个墓室的全貌已经完全呈现出来。除了大量的细沙，墓中开始不断出现大小不一的石头，这完全符合基石基沙墓的特征。让马俊才感到安慰的是，墓室西部的沙层面还相当的平整，似乎可以推断墓室西部还没有受到盗墓贼的破坏。由于墓道口朝向东方，所以西部应该是放置墓主人棺椁的位置。如果那一部分没有被盗的话，或许考古队还能有所收获。马俊才忐忑不安地督促着工人们加快清理进度。在发掘这个基沙基石的时候，我这反复的给工人们讲，这个墓只不过剩下一个角，拿出的文物都很可观的。它的级别，就说了，只有这个最高等级的，当时朱回来最高等级的这些才可能出现这种埋葬方式。工人们清理的深度已经低于墓道口接近10米的距离，加上墓葬封土的高度，已经深入地下将近20米。按照马俊才的经验，这个深度无论如何也应该到达棺椁的位置了。但是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在这个墓中还丝毫没有发现一点棺椁的影子。马俊才刚刚放松的心又提了起来。马俊才推测，出现这种意外的情况只能有2种可能：一是墓主人的棺椁还在更深的沙层下面；另一种可能就是墓中根本就没有埋葬墓主人的棺椁，这根本就是一座假墓。为什么会有假墓呢？实际上，这也是为了对付盗墓的一种办法。在公元3世纪时，一位叫曹操的统治者大力提倡节俭，反对厚葬。他认为，正是因为大量的陪葬品，才引来了盗窃的欲望。传说，曹操为了不让人们发现自己的墓葬，想了一个办法。我查了有关的史料，你像曹操做的72个遗冢，就是先秦时期的也有一些记载的。像这个虚墓，我说虚墓就是假墓嘛，是不是？它造成的这个，他就是好个好地方，我这个好多地方我都埋有墓，然后就是他弄不清楚，等于是让当时世人糊涂哪个是真的。如果要盗墓让你让他盗吧，一盗一看这是假的，他就可能放弃了。假如这座墓葬真的只是一个迷惑盗墓贼的假墓，那么考古队先前所做的一切努力也就毫无意义了。古人真的会仅仅为了造一个假墓而耗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吗？就在马俊才疑惑不解的时候，工人们在接近墓室中部的地方清理出一些木板残留的灰痕，外观就像一个长方形的箱子。这让马俊才重新燃起了希望。它会不会是人们苦苦等待的墓主人的棺椁痕迹呢？在当时啊，就没有见过这种结构，查资料也没有，说这是什么东西啊？那不知道，再往下清，刮沙面啊，又在说那个就在这个方结构的
东北角又发现了一个这个情况，一关还是横土，还是方的，那你百思不得其解。当这2个长方形的结构被清理出来以后，马俊才看到，它的体积与巨大的墓室相比显得极不协调，而且在这2个方形结构里，既没有发现尸骸，也没有贵重的陪葬品。显然，它们不可能是这个巨大墓葬主人的真正棺椁。一个如此巨大的墓葬里，却埋着2个不起眼的小箱子。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似乎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盗墓的盗上去碰到这2个箱的东西，啪啪给它挖开，一看里面是土，再刨刨里面又出点小金件或者小的玉器，那也他很容易就明白了，这是个假棺材，这是个假棺，那这是个假墓，通过推测这是个假墓。发掘工作进行了2个多月，马上就要进入雨季。然而，假墓的可能性一直困扰着马俊才。除了一些支离破碎的小物件，他还没有找到一件像样的东西。他不禁开始怀疑，还有没有继续发掘的必要。但是墓室里面的沙层并没有到底的迹象，马俊才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沙子清理干净，再下结论。工人们继续向下清理，突然，沙土中出现了很多红色的图案。这种图案正是那个时期贵族墓葬棺椁上常用的装饰。不久，沙子中还出现了一些金箔，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兴奋不已。这些现象至少说明，在更深的沙层下面还隐藏着人们不曾预知的东西。觉得这个墓呢，肯定不是空墓了，而且比预想的要好得多。果然，经过仔细的清理，一个巨大的长方形椁室显露出来。虽然木质的椁板已经腐朽坍塌，但仍然可以看出清晰的轮廓。在椁室周围，一些车马器的零件从沙子中露了出来。马俊才终于明白了，这座古墓不仅不是假墓，而是一座设计诡异的高等级墓葬。从发掘一开始，马俊才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墓葬，很多地方都有着令人费解的设计。从椁室顶端到墓道口之间，有将近10米的距离。这种结构形式与同时期一般的大型墓葬明显不同。古人采用这种非正常的结构，肯定有某种特殊的用意。另外，它这个墓道做的，它不像一般的土墓，那个墓道底这个到底了，就基本上到底了，或者就是到底了。那墓道底下面还将近10米高呢，那10米高底下都是沙子，它也挖出是假棺材，一弄都是一层石头，也可能就挖到石头了，挖到石头已经到底了。所以它自始至终啊，它是完全的按照这个仿造这个设置。种种巧妙的迷惑人的设计，就好像在跟盗墓贼玩一场智力游戏。到底是谁赢得了成功，还要看考古的结果。墓室东部是放置墓主人器物的区域，但这里也是被盗最严重的部分，找到重要文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结果又一次出人意料。当椁室东部的沙土被清理干净以后，大大小小的青铜器堆满了墓室东部。虽然大多破烂不堪，但是毕竟躲过了盗墓贼的黑手。
在这场历经2000多年的斗志的战争中，似乎还是当初的设计者更高一筹。幸存下来的文物多达3000多件，这对于一座已经被盗墓贼骚扰过的墓葬来说，简直就是奇迹。文物中有很多重要的青铜利器，一个青铜大鼎的口径达到了80厘米。这件精美的青铜方壶，仅壶身的高度就超过了50厘米。墓中还残留了3件编钟和13个石磬。这些古代乐器不仅是贵族娱乐的工具，还是重要的身份象征。13个石磬全部都是汉白玉制作，长度超过60厘米。这说明墓主人拥有非常高的地位。在主棺的周围，考古队员清理出13个陪葬人的尸骸，全部都是年轻的女性。有些陪葬人身上佩戴着装饰用的玉器，有的在身旁放置着鼎、盘等日常用具。这些人生前应该都是墓主人的妃子或者仆人，可以想象，墓主人生前一定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但是，在主棺西南角，2个用木板搭建的盗洞，一直让马俊才非常紧张。他在盗洞中发现了矿泉水瓶子和当地一家面粉厂的编织袋，这说明这次盗墓发生在不久之前。盗墓贼的经验非常丰富，盗洞的位置选得十分准确，恰好对准主棺西南角。假如这次盗墓得逞，主棺内可能已经空无一物了。那么这个主棺里面呢，如果不被盗，绝对是琳琅满目的。正常情况下呢，都是玉器是非常几层的分布的，而且应该有像兵器，这个兵器主要就是墓主人的宝剑。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剥去主棺里的沙土，主棺内堆积了很多海贝、几件精致的玉器，还有一把玉柄青铜剑和一把装饰美玉的铜箫。看来，连现代的盗墓贼也没有完全胜过古人，连马俊才都感到了意外。不过，主棺内没有发现墓主人的尸骨，只找到了半个头骨。发现了半个头骨，酥碎状的半个头骨。因为看到这些头骨的那个缝儿里边，和它叠下的有很多的朱砂，棺内的别的区域也有不少朱砂。那么我们就断定这就是墓主人的头骨。它别的那个躯干部分呢，或者什么不存在了。回到驻地，马俊才仔细观察这剩下的半个头骨。他发现，虽然这半个头骨已经完全看不出模样，但是牙齿保存的还基本完整。就发现它的牙齿面磨损的不是特别厉害，但是这臼齿面也已经进磨平了，说明它这个年龄不是特别老，应该是个盛年期，这个是壮年期。说明这个墓主人呢，
应该是个在壮年期，这个死掉的。由于墓葬没有被完全破坏，所以墓主人还留下了更多的证实自己身份的信息。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兵器，墓主人的这把青铜佩剑虽然断为3节，但剑刃部分依然十分锋利，不应该只是一种装饰品，很可能具有实战的用途。发现大量的兵器的情况，还有车马器的情况，在他的主观内有这个有铜剑，应该是个武将，说明是个将军。而且他这个推测的就是他年龄不大，这个将军，而且是个权力非常大的将军。但是，马俊才并没有找到一件可以直接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器物。回到考古研究所，他反复地观察这些文物。在一些重要的青铜器上，古人经常会刻上铭文来记述事件。假如能够在这些青铜器上找到一些铭文的话，或许能够得到墓主人身份的一些线索。经过仔细观察，马俊才终于在青铜方壶的壶腹里发现了一些模糊的文字。青铜器专家郝本兴仔细研究了方壶内的铭文内容，但是结果令人大失所望。铭文没有记录任何具体的事件，只是一些令人费解的吉祥话。与其说是一篇铭文，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篇诗歌。前面是计时的嘛，正月余期是计时的，然后呢，这个所以吉币呢是一个玉璧吉祥的玉璧，然后不特呢就是说没有差错，这个东西是一个吉语，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了啊。然后呢就说他本人的名字，他叫敬孙，比如说他敬孙这个某某哈，然后呢就是在他底下呢让他的一个子孙嘛。这个然后就是永保之用来想，来记永远来做的祭祀用词啊。然后他子孙呢，逝者呢，就让他子孙呢永远以他们为这个楷模。唯一的收获是，铭文中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敬孙某某。这个敬孙会不会是墓主人呢？仅凭这些文字很难做出合乎逻辑的判断，马俊才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他又在一件青铜玉否的盖上找到了一些文字，他马上把这件青铜否盖送到专业人员那里进行去锈处理。2000多年的铜锈被一点点地清除下来，铭文的字迹渐渐清晰起来。发现铭文也挺激动哈，想着他出来讲这就是墓主人，应该没问题了。结果清出来一看，这曾侯乙的用器怎么跑到这个墓葬里面？马俊才之所以激动，是因为曾侯乙这3个字在中国考古界是很知名的。1978年，考古专家曾发掘了一座保存完好的大型墓葬，出土了一套举世闻名的青铜编钟。由于很多文物上铭刻着曾侯乙的名字，所以得知墓主人的名字叫曾侯乙，是曾国的国君。有趣的是，在一些兵器上可以明显地看到重刻的痕迹，本来是曾侯乙的名字，乙字被抹掉以后重新刻上乙字。专家们据此推断，曾侯乙应该是曾侯乙的先辈。
或许也是曾国的一位国君。曾侯瑜的名字突然也出现在郭庄墓葬中，两个不同的考古地点出现相同的文字，这在考古史上并不多见。曾国的属地与郭庄相距500公里之远，他们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让我们回到2000多年前的古中国，那时候的中国被许多诸侯国分割，他们之间互相争斗、抢夺地盘，所以被称为战国时代。郭庄所处的地区，当年曾被一个叫楚的大诸侯国统治，而曾国也被确认是楚国的附属国。两者之间肯定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因此很有可能是出于某种原因，曾侯瑜把自己的东西送给了1号墓的墓主人。马俊才还发现了别的更多的证据，装饰国室的金箔上刻满了细致而复杂的龙形图案。他把金箔仔细拼接起来，惊奇地发现，这些装饰图案竟然与另一个地方的一座墓葬中发现的装饰图案一模一样。那座墓葬的主人是一位楚国的王子。马俊才隐约感觉到，这位英年早逝的将军可能并不是一位普通的军事将领，他的身份也许远比我们了解的更为复杂。这个墓葬的规模来说，应该更大，比王子母墓还要大。随葬的器物种类，这个以及器型的大小，都相当。所以说，我就觉得他除了他是这个楚墓之外，他那个身份啊，也应该和这个王子楚墓也可能应该是他是一个水平级的。也许墓葬的主人是楚国的一位王子，被派遣到郭庄一带做将军，不幸英年早逝，就埋葬在这里。不过这些猜测并没有得到最终的证实。郭庄古墓的墓主人始终是一个没有解开的谜。当人们对1号墓的状况发出种种猜测时，马俊才的考古工作还没有结束，因为在1号墓的北侧还有一个同时期的墓葬，被定为2号墓。两个墓葬之间相距只有20多米，2号墓的封土压在1号墓的封土之上，说明2号墓埋葬的时间要晚于1号墓。这种连体墓葬，一般来说，墓主人应该是夫妻关系。通过发掘看到2号墓啊，里面既没有击杀，也没有祭祀，所采用的只是一般的楚国贵族深挖这个加筑封土，就是这种普通的防盗方式。从外部看，2号墓似乎并没有遭受过严重的盗掘，但是不久之后，考古队员就发现了不祥的征兆。在两个墓葬之间，是一个与墓葬同时代的村落遗址。考古人员在遗址中央发掘出了一个很深的洞穴。在洞穴的底部发现了一个年轻女性的头骨。如果这个头骨是来自于2号墓，那么这个奇怪的洞穴很可能是一个通向2号墓的巨大盗洞。当2号墓的发掘快到底部的时候，一个巨大的盗洞痕迹被发现了。不出马俊才的预料，这个盗洞正是村落遗址上的那个洞穴延伸过来的。这是一个几乎和墓葬同时代的盗洞，说明在2号墓埋葬后不久，
盗墓贼就盗窃了这个墓葬。他们没有选择规模更大的1号墓，很有可能是了解内情的人所为。而且当时就是可能是他就知道1号墓里面有祭沙、有祭石，他就是不敢到，他避开他就偷偷的从这个马鞍的中间比较隐蔽的地方写作直奔2号，而且确实得逞了。因为没有严密的防盗措施，仅1个盗洞就将2号墓盗得几乎干干净净。考古人员只在盗洞区发现了几件器物残片和一个老年女性的头骨。2号墓的墓主人应该是1号墓墓主人的夫人，她是在丈夫去世多年以后才下葬的。由于掌握权力的丈夫已经去世多年，她没有能力为自己建造工程浩大的击沙基石墓。再次触摸这些历经劫难保留下来的无价之宝，马俊才感慨万千。是那些看似普通而无用的沙土，创造了一个奇迹，阻挡了贪婪的盗窃计划。古人苦心经营的防盗机关，让一次本来毫无希望的考古行动，获得了近乎圆满的结局。